我叫吴庆梅，刚从奋斗了30多年的讲台上退下来，正准备迎接梦寐以求的退休生活。养花、旅游、跳广场舞，想想都觉得美滋滋。可退休证还没捂热乎，儿媳妇夏颖一个电话就打碎了我的所有计划。他妈，也就是我亲家母，中风瘫痪了。夏颖理直气壮地要求我搬过去，全权负责照顾。理由：妈，你闲着也是闲着，你不去谁去？我当场拒绝，以为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谁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始。他为了逼我就范，竟然能做出那种事。最终我不仅没去，还让他为自己的算计付出了代价。退休那天，阳光好得不像话，透过窗户，暖洋洋的洒在我的办公桌上。桌上那盆养了多年的绿萝，叶子绿得发亮，好像也在为我庆祝。送走了最后一批学生，和老同事们在学校门口的小饭馆热闹的聚餐，大家举杯，说着祝福的话，也带着点对未来的期许和对过往的不舍。手机里不断涌入学生的祝福短信，一声声吴老师退休快乐，看得我眼眶有点湿润。30多年啊，粉笔灰染白了我的头发，也见证了我从青涩到成熟。现在终于是我自己的时间了。我计划着先去云南看看苍山洱海，再去趟江南水乡，圆了我年轻时的梦。回到家，老伴陈建国已经泡好了茶，见我回来，脸上笑开了花。怎么样，咱们的吴老师正式光荣下岗了？他接过我的包，语气里满是轻松。是啊，以后就是自由人了。我伸了个懒腰，感觉卸下了千斤重担。前半生为工作家庭当牛做马，后半生我只想为自己活一把。这要求很过分吗？我靠在沙发上，看着老伴，眼里闪着光。他也坐过来，不过分，一点都不过分。我都想好了，等你歇2天，咱们先去郊区钓鱼，然后去老年大学报个国画班，我陪你一起学。他握着我的手，掌心温暖。我们相视而笑，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叫做岁月静好的味道，仿佛未来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美丽画卷。就在这时，煞风景的电话铃声响了，是儿媳夏颖。我接起来，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和。喂，小颖。妈，忙什么呢？夏颖的声音听起来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带着点客套的甜。没忙，刚退休，在家歇着呢。哦，那恭喜妈了。她顿了一下，语气忽然沉重起来。妈，跟你说个事，我妈她昨天晚上突然中风，摔倒了，现在瘫痪了。这个消息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千层浪。我心里一沉，忙问：怎么会这样？严重吗？现在在哪家医院？医生怎么说？我心里是真的替亲家母担心，毕竟也是亲戚，平时虽然不算特别亲近，但也还过得去。在市中心医院呢，医生说情况不太好，半身不遂，以后得长期卧床，需要人照顾。夏颖的声音带着哭腔，听起来确实挺着急。哎，怎么这么突然？那你们打算怎么办？需要帮忙联系医生，或者经济上需要支持吗？跟妈说。我本能的想着能帮上什么忙。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夏颖的声音再次响起，却完全变了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理所当然。妈，你看你现在也退休了，正好有时间。我爸身体也不好，前几年刚做了心脏支架，根本照顾不了。我呢，又要上班，请假也请不了几天，实在顾不过来。要不你搬到我家去，帮忙照顾我妈吧。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整个人都愣住了，
像被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刚才还暖意融融的心瞬间凉透了。我深吸一口气，试图压下心头窜起的火苗，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夏颖，你说什么？让我搬过去照顾你吗？对啊。夏颖的语气轻松的仿佛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妈，你反正也退休了，闲着也是闲着，正好发挥余热嘛。我们上班忙，实在没办法。我的火气噌的一下就上来了，声音也冷了下来。夏颖，照顾你妈妈是你们子女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你爸虽然身体不好，但还是主要责任人。你和你哥，或者你请护工，这才是正理。我刚退休，我有我自己的生活安排和计划。我可以出钱，或者帮忙找个好护工，但我不可能全天候搬过去照顾他，这不合情理，我也不可能答应。妈，话不能这么说啊！夏颖立刻开始她的表演，语气变得委屈又带着指责。我们不都是一家人吗？你现在享清福了，拿着退休金逍遥自在了，我们年轻人还在外面辛辛苦苦打拼，你帮帮我们不是应该的吗？再说了，请护工多贵啊，一个月好几千呢，而且哪有自家人照顾的放心？我妈肯定也更希望你去照顾她，毕竟知根知底，一家人。我心里冷笑，需要我付出的时候就是一家人，不需要的时候恨不得离我远远的。这种道德绑架的话术，我听的耳朵都要起茧子了。夏颖，一家人是没错，但亲兄弟还明算账呢。帮忙是情分，不是本分。我退休不是为了开启第二份免费保姆工作的，亲家母病了，我很同情，也愿意提供帮助，但这不代表我就得牺牲我的全部晚年生活去伺候他。请护工的钱，如果你们实在困难，我和你爸可以支援一部分，但这绝不是让我去当全职保姆的理由。我有我的界限，我的语气斩钉截铁，不留丝毫余地。我不是不通情理，但这种理所当然的甩锅，恕我不能接受。电话那头的夏颖显然没料到我态度如此坚决，声音尖锐起来。妈，你怎么能这么自私？我妈都这样了，你还只想着你自己，你有没有良心啊？我有没有良心，我自己清楚，这件事没得商量。说完，我直接挂了电话，胸口堵得慌，刚才的好心情荡然无存，只剩下被冒犯的愤怒和深深的失望。老伴看着我铁青的脸色，担忧地问：怎么了？小颖说什么了？我把事情一说，老伴也皱紧了眉头，叹了口气，这孩子真是……果然，夏颖的枕边风很快就吹到了我儿子陈磊那里。晚上，陈磊下班回来，脸色就不太对，欲言又止的蹭到我身边，搓着手，一副为难的样子。妈，他嗫嚅着开口，有话就说，我没什么好气，心里已经猜到他要说什么了。妈，小颖，他今天给我打电话了，哭得挺伤心的。陈磊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我的脸色，他说他妈病得挺重，瘫在床上动不了，他爸身体也不好，他工作压力又大，实在是没办法了。你看能不能就当帮帮我们，过去搭把手，也不用你一直照顾。他的声音越来越小，带着恳求。我心里的失望像潮水一样涌上来，看着儿子这副和稀泥的样子，气不打一处来。帮？怎么帮？是让我把我的退休金、我的时间、我规划好的生活全都赔进去帮吗？我声音陡然拔高。他有压力，难道我就没压力了？我刚从工作压力里解脱出来，就得跳进伺候瘫痪病人的坑里。她是独生女吗？她没有兄弟姐妹吗？她爸爸呢？心脏不好就什么都不用管了？法律规定赡养父母是子女的义务，
他自己不能请假轮流照顾，或者干脆请个专业的护工？为什么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这个刚退休的老太婆身上？陈磊，你是她丈夫，赡养岳母你也有份责任，但不是让你把责任转嫁给你妈。我越说越气，指着他，儿子，妈不是不通情理，但帮和主责是两码事，谁生的谁养，谁娶的谁管，这道理几千年了，怎么到你们这就成了一笔糊涂账？你得拎得清，别让你媳妇牵着鼻子走，也别想让我牺牲我的晚年来填你们的窟窿。陈磊被我一顿抢白，脸涨得通红，呐呐的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儿的说，妈，你别生气，我知道了，我再跟小颖说说，看她那样子，我知道这事儿没完。果然，夏颖见直接要求不行，立刻改变了策略。他不再直接提让我去照顾他妈的事，而是开始打温情牌和卖惨牌。隔三差五的，他就会给我打电话，嘘寒问暖一番后，总是不经意的提起，妈，最近公司项目忙死了，天天加班到深夜，回家还要想着我妈那边，真是心力交瘁。哎，昨天去看我妈了，她瘦了好多，躺在床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看着真可怜。我爸也是，年纪大了，记性也不好，昨天给他交代买点药，结果买错了，气得我真是没人能帮我分担一下。话里话外都是在暗示他多么不容易，多么需要帮助。与此同时，他在我们那个不大的家庭微信群里开始频繁的发一些亲家母的照片或小视频。照片上，亲家母面容憔悴，眼神空洞的望着天花板；视频里，他费力的想要抬手，却徒劳无功。夏颖总会配上一些引人同情的文字，比如看着妈妈这样，心都碎了，真希望有奇迹发生。一个人扛着，真的好累。我知道这是他的伎俩，想用这种方式给我施加心理压力，甚至可能想在亲戚面前营造一种婆婆冷漠无情的印象。哼，都是千年的狐狸，跟我玩什么聊斋？我选择冷处理。他的电话能少接就少接，实在躲不过，接了也只是说些不痛不痒的场面话，比如多注意身体，辛苦了。对于群里的那些信息，我只看不回，或者偶尔回复一句多保重身体，还是请个专业的护工更稳妥，绝不多说一句，绝不表露出任何松口的迹象。想道德绑架我，先掂量掂量自己那杆秤够不够重。见软的不行，夏颖终于撕下了温情的面具，开始来硬的了。那个周六的早上，我和老伴刚吃完早饭，准备去公园散散步，门铃突然急促的响了起来。我打开门一看，愣住了，夏颖竟然带着我5岁的孙子站在门口。小家伙显然是被教唆了，一看到我就瘪着嘴开始哭，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一边哭一边含糊不清的喊着，奶奶，奶奶，去照顾外婆，呜呜呜，外婆好可怜。孩子哭得撕心裂肺，声音很大，立刻引来了对门和楼上楼下邻居的注意。几扇门悄悄打开，探出几个脑袋，对着我们这边指指点点。夏颖站在旁边，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焦急和无奈，假意劝说着孩子，宝宝乖，不哭不哭，奶奶不是不想去，奶奶只是，他故意把话说一半，欲言又止，那表情仿佛在说，看吧，不是我不孝顺，是我这个婆婆铁石心肠。我心里疼得升起一股怒火，混杂着对孙子的心疼和被邻居围观的难堪。夏颖这一招太阴损了，拿孩子当枪使，利用邻居的舆论压力来逼我就范。我强压下怒火，弯腰把哭得抽噎的孙子抱进屋里，轻轻拍着他的背安抚，乖孙不哭，
奶奶在呢，不怕不怕。等孩子情绪稍微稳定了些，我把他交给老伴，然后转身走到门口，脸色冰冷地看着夏颖。夏颖，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淬了冰。利用孩子来达到你的目的，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你想让我去照顾你妈，我明确告诉你，门都没有。以后别再带着孩子来我家门口演这种恶心人的戏码，这操作真是漏穿地心了。老伴陈建国也沉着脸走过来，站在我身边，虽然没说话，但那不满的眼神足以说明他的态度。夏颖被我的气势镇住了，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大概没想到我会在邻居面前也这么不给他面子。他咬了咬嘴唇，强撑着说：“妈，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只是带孩子来看看你。看我需要让孩子在门口哭着求我去照顾你妈吗？”我冷笑一声：“行了，别演了，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我退休前是教书育人的，脸皮早就练出来了，但良心和底线还在。不像某些人。”周围的邻居也看出了点门道，议论声小了下去。夏颖见状不妙，讨不到便宜，恨恨地瞪了我一眼，拉着还有些抽噎的孙子灰溜溜地走了。看着他狼狈离去的背影，我心里没有丝毫胜利的快感，只觉得一阵深深的悲哀和厌恶。利用孩子施压失败后，夏颖并没有消停。他开始在背后搞小动作，在亲戚朋友间散布对我不利的言论。他把我拒绝去照顾他妈的事情添油加醋的歪曲了一番，说我不念及丝毫亲情，心肠冷硬如铁，眼睁睁看着亲家母躺在床上受苦，自己拿着丰厚的退休金却逍遥自在，连搭把手都不肯。甚至还编造说亲家母以前对我多么多么好，现在我发达了就翻脸不认人，简直是忘恩负义。很快，一些不明真相或者和夏颖关系比较近的亲戚就开始给我打电话做工作了。我说：“小梅啊，你现在退休了，时间也充裕，小颖那边确实困难，你就多担待点嘛，都是一家人。庆梅姐，不是我说你，亲家母病成那样，你怎么能不管呢？做人不能太自私了，要为孩子们想想。二婶，我听小颖说，哎，您就过去帮帮忙吧，不然她在外面被人戳脊梁骨，说我们老张家的人情薄。”这些好心的劝说，话里话外都带着指责，仿佛我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甚至有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在家族群里发一些含沙射影的感慨，说什么人心不古，世态炎凉。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愤怒和委屈，像是被人泼了一身脏水，有口难辩。我试图向几个关系还算不错的亲戚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强调我并非不愿帮忙，而是反对夏颖那种强制甩锅的态度，并且我愿意出钱请护工，但效果甚微。谣言就像长了翅膀，早已飞入了各家各户，先入为主的印象一旦形成，很难扭转。人言可畏，确实，一股被孤立的感觉悄然蔓延，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但想用唾沫淹死我，不好意思，我这辈子经历的风浪比他见过的水花都多。越是这样，我越是要挺直腰杆。就在我被这些谣言搅得心烦意乱的时候，亲家公，也就是夏颖的父亲，找上门来了。那天下午，门铃响了，我从猫眼里一看，是他。他手里拎着一篮看起来价格不菲的水果，脸上堆着略显僵硬的笑容。我打开门，客气地把他让进屋。亲家来了，快请坐。老伴也起身打了招呼，寒暄了几句家常，问了问亲家母的近况。亲家公就开始了他的表演。他先是长吁短叹，说自己年纪大了，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
哎，我这心脏啊，医生说不能劳累，不能激动，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我这心里头啊，就像压了块大石头，晚上都睡不好觉。接着他开始细数夏颖的不容易，小颖这孩子也是命苦，工作上正是关键时期，一点不敢放松，回家还要操心他妈的事。她一个女孩子家，又要上班又要顾家，压力太大了。我看她最近人都瘦了一圈，头发都掉了不少，铺垫的差不多了，她终于图穷匕现，话锋一转，目光恳切地看向我：亲家母啊，我知道让你去照顾他妈这事，确实是为难你了。我们心里都清楚，这本该是我们做子女的责任。他顿了顿，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算计。但是你看，咱们毕竟是一家人，血浓于水啊。他现在这个样子，身边没个贴心人怎么行？护工毕竟是外人，哪有自家人尽心？他呀，平时就念叨你，说你细心周到，最信任的肯定还是你。你就发发慈悲，受累帮帮忙，搭把手，我们全家上下都会感激你一辈子。他这番话说的情真意切，仿佛真的是走投无路才来求我。但我心里明镜似的，这不过是换了种方式的施压，名为恳求，实则还是想把照顾瘫痪老伴这个烫手山芋甩给我。我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热气，并不急着回应。我看着他，平静地说：亲家公，你的心情我理解，亲家母病了，谁心里都不好受。小颖辛苦，我们做父母的也心疼，但是照顾亲家母这件事，原则不能变。我可以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或者帮忙一起寻找更可靠的专业护工，联系社区养老服务资源，这些都没问题。但是让我搬过去全天候照顾，恕我实在无能为力。我也有我的难处，我的身体也不像年轻时候了，刚退下来也想好好调养一下。我态度温和，但立场坚定，滴水不漏。亲家公大概没想到我油盐不进，脸上的笑容僵住了，眼神也冷了下来。他把水果篮往茶几上一放，语气也硬邦邦的透着威胁：亲家母，话可不能说的这么绝，谁家还没个旦夕祸福？谁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求人？你今天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就不怕寒了孩子们的心？以后你怎么指望孩子们孝顺你？这句话彻底点燃了我的怒火。我啪的一声把茶杯顿在桌上，茶水溅出来几滴。我怎么做人，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豁然站起身，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声音因愤怒而微微颤抖。我还没老糊涂，分得清什么是情分，什么是本分。我该做的，能做的，我都说了。你们不愿意承担责任，却想把包袱甩给我，现在还反过来指责我绝情，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至于孩子孝不孝顺，我冷笑一声，那是看我这个当妈的平时怎么教育，怎么以身作则的，不是靠我去给别人当牛做马，牺牲自己的晚年幸福换来的。用这个来威胁我，真是笑话。我自己有退休金，有房子，有老伴，我需要靠牺牲自己去换那不确定的孝顺？你以为我是傻子吗？脑子瓦特了吧？老伴陈建国也站了起来，虽然没说话，但脸色铁青，默默地站在我身后，无声地表达着支持。亲家公被我对得哑口无言，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气得呼哧呼哧直喘粗气。他大概从没被人这么不留情面的顶撞过，尤其还是被他认为应该逆来顺受的亲家母。他哼了一声，拿起外套，头也不回地摔门而去。门砰的一声关上，留下满室的寂静和尴尬。我气得浑身发抖，瘫坐在沙发上，感觉一阵天旋地转。亲家公走后，
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身心俱疲。这件事发展到这个地步，已经不是简单的家庭内部矛盾了。夏颖和他父亲这一家子人处心积虑，步步紧逼，就是想把照顾瘫痪病人的重担，这个巨大的甩不掉的包袱，强行转嫁到我的身上。从道德绑架到利用孩子，再到亲家公上门威胁，他们的手段一次比一次恶劣。我意识到我不能再一个人硬扛了。晚上等家里彻底安静下来，我把老伴拉到书房，关上门，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把我这段时间所承受的所有委屈、愤怒、担忧，像倒豆子一样，一股脑的全都说了出来。从夏颖最初那个理直气壮的电话，到他在亲戚间散布的那些恶毒谣言，再到今天亲家公上门威胁，以及我对儿子陈磊和稀泥态度的失望，说着说着，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不是软弱，是觉得太憋屈，太寒心。老伴陈建国一直沉默的听着，脸色越来越阴沉，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等我说完，他猛地一拍桌子，气得声音都发抖了。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这夏颖和他爹怎么能干出这种事？还有陈磊这个臭小子，我看他是被媳妇拿捏住了，连是非对错都分不清了。他看到我掉眼泪，连忙拿纸巾给我擦，语气里充满了愧疚和心疼。小梅啊，对不起，是我的错。这些天光顾着忙单位那点退休交接的破事，没太关注家里的情况，让你一个人受了这么多委屈。他紧紧握住我的手，你放心，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我明天就找陈磊好好谈谈，必须让他给我挺直腰杆，承担起他该承担的责任，不能再让他这么稀里糊涂的纵容他媳妇胡闹下去。老伴儿终于不再隔岸观火了，他的态度给了我巨大的安慰和力量。果然，有些事还得夫妻同心才能扛过去。一个人的战斗太累，有战友的感觉真好。第二天，陈建国果然说到做到，他把儿子陈磊叫回了家，关起门来，进行了一场严厉的谈话。具体谈话内容我没有旁听，但从书房里断断续续传来的老伴严厉的训斥声，以及陈磊后来出来时那副垂头丧气、满脸通红又带着愧疚的表情，我知道老伴这次是动了真格。陈建国出来后告诉我，他狠狠批评了陈磊默许妻子胡闹，试图逃避责任，甚至把压力转嫁给我的行为，明确告诉他，赡养岳父母是他和夏颖以及亲家公的共同责任，绝对不能再以任何理由来骚扰我。他要求陈磊必须立刻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要么他自己请长假轮流照顾，要么马上请专业护工，要么跟他岳父好好商量分工。总之，这个责任他们必须自己扛起来。陈磊被他爸这么一顿训斥，估计也是吓到了，加上他心里对我多少还是有些愧疚的，虽然内心可能还在摇摆，但至少不敢再公开站在夏颖那边替他说话了。他回家后，大概是把陈建国的意思原原本本的转达给了夏颖。夏颖得知一向不太管事的公公这次竟然也明确表态支持我，估计心里也有些发怵。毕竟，如果把公婆彻底得罪了，对他也没什么好处。于是，接下来几天，夏颖那边暂时消停了，他没再给我打电话，也没在群里发那些有的没的。陈磊给我打了个电话，含糊的表示他们正在想办法解决，让我别担心。表面上看，似乎风波暂时平息了，但我心里清楚，这很可能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以夏颖那种自私自利、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性格，他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我甚至能想象出他此刻不甘心的样子，
那双眼睛里肯定还藏着算计的刀光。呵，我可不信那小丫头片子会就此认输。我的预感很快就应验了，而且是以一种我做梦都想不到的极其恶劣的方式。那天早上天气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我盘算着去早市买点新鲜蔬菜，刚换好鞋，伸手去开门。门一打开，我瞬间僵住了，血液仿佛都凝固了。赫然出现在我家门口的，竟然是坐在轮椅上的亲家母。她被人用一条旧毯子裹着，歪着脑袋靠在轮椅背上，眼神涣散，嘴角歪斜，口水顺着下巴往下淌，身上散发出一股难以形容的混合着屎尿和药味的刺鼻气味。显然他最近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轮椅旁边还堆着几个鼓鼓囊囊的行李包，里面大概是他的衣物和日用品。夏颖和亲家公都不见踪影，只有这个瘫痪的意识不清的老人，像一件被遗弃的旧家具，被孤零零地悄无声息地丢在了我的家门口。一股难以遏制的排山倒海般的愤怒瞬间席卷了我。这简直是流氓行径，是人干的事吗？他们怎么敢？怎么能做出这种毫无底线、丧尽天良的事情？我的手因为愤怒而剧烈的颤抖着。这边的动静很快引来了邻居，楼道里本来就回声大，加上亲家母喉咙里偶尔发出的无意识的呵呵声，几个邻居家的门都打开了。哎呦，吴老师，这是怎么了？这不是你亲家母吗？怎么在这儿？谁把老太太放这儿的啊？这天看着要下雨呢。邻居们围了上来，对着轮椅上的亲家母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有同情我的，也有不明真相，眼神带着探究和责备的。我感觉自己的脸颊火辣辣的烧起来，不是羞愧，是极度的愤怒和难堪。我还没来得及从这巨大的震惊和愤怒中回过神来，思考该怎么办，更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一阵急促的警笛声由远及近，很快2名警察走进了我们单元楼道。看到警察，我心里咯噔一下，瞬间明白过来，这是夏颖早就设计好的圈套。他不仅把他妈丢在我家门口，还事先报了警。果然，警察拨开围观的邻居，走到我面前，表情严肃地问道：“是吴庆梅女士吗？我们接到报警，说你遗弃老人，拒不履行赡养义务。”几乎是同时，夏颖和他父亲也恰好出现了。夏颖一看到警察，立刻戏精附体，眼泪说来就来，扑到警察面前，哭哭啼啼的开始控诉：“警察同志，你们可要为我们做主啊！我妈瘫痪了，我婆婆本来答应的好好的，说她退休了，可以帮忙照顾。我们好不容易把妈送过来，她竟然临时反悔，把我妈拒之门外，连家门都不让进。这大冷天的，我妈身体又不好，这不是要把我妈往死路上逼吗？”亲家公也在一旁帮腔，捶胸顿足，满脸悲愤：“是啊，警察同志，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我身体不好，小颖又要上班，家里实在周转不开。本想着亲家母退休了，能搭把手，谁知道她这么狠心啊！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啊！”两人一唱一和，颠倒黑白，把自己包装成走投无路的受害者，把我描绘成一个冷血无情、言而无信的恶婆婆。周围的邻居们不明真相，听着他们的哭诉，看我的眼神也变得更加复杂和异样，窃窃私语声更大了。我气得浑身发抖，百口莫辩：“你们胡说！我什么时候答应过要照顾她？是你们把人偷偷丢在我家门口，还恶人先告状。”我试图辩解，但声音因为激动而发颤，
在夏颖声泪俱下的表演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警察显然也觉得事情有些蹊跷，但面对眼前瘫痪的老人和声泪俱下的家属，以及围观群众的压力，他们也只能先按程序办事。一名年长些的警察皱着眉头对我说：“吴女士，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矛盾，现在老人这个情况，你先把他安顿好，有什么问题，我们稍后去派出所或者社区调解，总不能让老人家一直待在楼道里。好一招贼喊捉贼，好一招釜底抽薪。”夏颖这是算准了我爱面子，又顾忌邻居的眼光和警察的压力，想用这种方式制造既定事实，彻底搞臭我的名声，逼我就范啊！行，真是好样的！既然把事情做得这么绝，那就别怪我彻底撕破脸了。在警察和众多邻居的注视下，我确实不能真的把一个瘫痪的老人丢在门外不管，那不仅不人道，也正中夏颖下怀，坐实了他污蔑我的罪名。我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几乎要爆炸的怒火和屈辱感，对身后的老伴说：“建国，搭把手，先把人弄进屋。”老伴脸色铁青，一言不发，上前和我一起费力地将轮椅推进了家门。屋子里原本清爽的空气，立刻被亲家母身上那股难闻的气味和一种沉重的绝望感所污染。阳光似乎都被挡在了门外，整个家瞬间变得压抑起来。夏颖看到我们把人弄进了屋，嘴角勾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的微笑，但稍纵即逝，他立刻换上那副假惺惺的带着感激的表情，走上前一步说：“妈，你看，这不就对了吗？我就知道妈您最心疼我们了，真是太麻烦您了。”我们说着，他就想拉着他爸转身离开，仿佛把人丢下，他的任务就完成了。等等，我猛地转身，拦在他们面前，声音冰冷刺骨：“人你们丢下了，拍拍屁股就想走？天底下哪有那么容易的事？今天这事必须当着警察同志和各位邻居的面给我说清楚。”说话间，我迅速拿出手机，解锁，点开了录像功能，将镜头对准了夏颖和亲家公那两张惊愕的脸。“你干什么？”夏颖尖叫一声，下意识地想来抢我的手机。老伴陈建国一步上前，像一堵墙一样挡在了我和夏颖之间，眼神锐利如刀。“你想干什么？”亲家公也有些慌乱，色厉内荏地叫道：“吴庆梅，你别太过分了，我们只是把人送过来，让你暂时照看一下，你这是什么态度？”我的态度，我举着手机，镜头稳定地录着，声音清晰而冷静，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砸在他们心上。我倒想问问你们是什么态度？趁我不在家，偷偷把一个瘫痪的病人丢在我家门口，然后立刻报警污蔑我遗弃老人。夏颖、亲家公，你们敢对着镜头，对着警察同志，对着各位邻居再说一遍，是我答应了要照顾，然后又反悔把人拒之门外的吗？你们敢发誓吗？我的目光扫过夏颖，扫过亲家公，最后落在那2名警察和周围脸色各异的邻居身上。警察同志，各位邻居，事情的真相是，我儿媳夏颖从我一退休开始，就3番5次要求我放弃我的退休生活，搬去她家全权照顾她瘫痪的母亲。我明确拒绝了，提出可以出钱或者帮忙请护工，但她不同意。之后她就用了各种手段逼迫我，包括唆使我孙子来哭闹，在亲戚间散布谣言重伤我，今天更是做出了这种把病人直接丢弃在我家门口，并报警诬陷我的恶劣行径。我的话条理清晰，逻辑分明，语气虽然愤怒，但并不歇斯底里。
夏颖和亲家公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眼神躲闪，显然是被我说中了要害，无从辩驳。夏颖还想狡辩几句，但看着我手机的镜头和周围邻居们渐渐变得鄙夷的目光，他张了张嘴，最终没说出话来。警察和邻居们也不是傻子，看到这情景，哪里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几个刚才还对我指指点点的邻居，此刻都露出了然和同情的神色，看向夏颖父女的目光充满了不赞同。好了好了，警察见状出来打圆场，看来这里面确实有误会和矛盾。吴女士，你先冷静一下。这位夏女士，还有这位老先生，你们这样做确实不妥当。这样吧，都先冷静一下，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建议你们双方一起去我们派出所，或者联系社区调解委员会，坐下来好好谈谈，把老人的赡养问题协商清楚。夏颖和亲家公本想把人丢下就一走了之，现在被我当众揭穿，又被警察要求去调解，顿时骑虎难下，走也不是，留也不是，脸色尴尬到了极点。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我儿子陈磊气喘吁吁的跑了过来，显然是接到了老伴的电话。妈，爸，小颖，爸，这是怎么了？他看到家门口这剑拔弩张的场景，瘫痪的丈母娘坐在客厅中央，还有警察和围观的邻居，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看看我，又看看夏颖，张了张嘴，似乎又想说什么和稀泥的话。妈，你看着，要不闭嘴！我厉声打断他，积压了许久的失望和愤怒在这一刻彻底爆发。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指着客厅里的亲家母，目光如炬的盯着陈磊，一字一句的给他下了最后通牒。陈磊，今天这事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要么你现在立刻马上把你丈母娘接走，带回你自己的家，跟你媳妇、你岳父关起门来商量清楚到底谁负责照顾，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们因为这事出现在我家门口。要么，我的声音更加冰冷，带着破釜沉舟的决绝，咱们就法庭见。我不光要告你媳妇逼迫我、诬陷我，还要告你岳父遗弃，连带你这个做儿子、做丈夫的也一起告，告你未能尽到协调家庭矛盾、赡养长辈的责任，你自己选。陈磊站在原地，脸色一阵青一阵白，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他看看瘫坐在轮椅上的丈母娘，又看看愤怒的父母，再看看夏颖那副心虚却仍不肯服软的表情，终于意识到事情已经到了无法再和稀泥的地步。小颖，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陈磊声音发颤，带着几分质问。咱们之前不是说好再商量的吗？夏颖被丈夫当众质问，脸上有些挂不住，恼羞成怒地说：商量？怎么商量？你妈根本就不想管，我们都快被压垮了，我有什么办法？办法？你这叫办法？陈磊也来了火气，把人扔在我爸妈家门口，还报警诬陷，你这是违法的。两位警察对视一眼，年长的警察严肃地说：既然是家庭内部矛盾，现在当事人都在，咱们就先去派出所调解室，把事情彻底说清楚。要是涉嫌违法，我们也绝不姑息。一行人来到派出所调解室，夏颖和亲家公还想狡辩，但在我清晰的陈述和完整的手机录像证据面前，他们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警察调出小区监控，清楚地看到夏颖和亲家公把亲家母推到我家门口后匆匆离开的画面，真相大白。调解民警严肃地批评了夏颖和亲家公的行为，赡养老人是子女应尽的法律义务，
你们这样恶意诬陷他人，不仅违背道德，还涉嫌违法。如果吴女士追究，你们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夏颖脸色煞白，开始有些慌了。亲家公也耷拉着脑袋，不敢再出声。这时，我平静地说：“警察同志，看在他们是陈磊的妻子和岳父的份上，这次我可以不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但我有几个条件。第一，从今天起，夏颖必须公开向我道歉，澄清事实，消除在亲戚朋友间造成的不良影响。第二，他们要自己承担起照顾亲家母的责任，不能再以任何理由骚扰我和我的家人。第三，以后我们两家保持距离，互不干涉。”夏颖一听，急得跳起来：“凭什么？你这是要断绝关系吗？”我冷笑一声：“不是我要断绝关系，是你们一次次挑战我的底线，我已经仁至义尽了。”陈磊这次站在了我这边，他愧疚地看着我说：“妈，是我对不起你，这些日子让你受委屈了，我会处理好这件事，以后不会再让你操心。”转头又对夏颖说：“小颖，就按我妈的意思办吧，我们确实做错了。”夏颖见丈夫态度坚决，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只好不情不愿地低头道歉。亲家公也跟着说了几句认错的话。从派出所出来后，夏颖在家族群里发了长文道歉，澄清事实。那些之前听信谣言指责我的亲戚，纷纷给我发来消息，有的道歉，有的表示理解，还有的夸赞我有原则。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没想到1个月后，夏颖又找上门来。这次她没了之前的嚣张，脸上挂着讨好的笑，还提了不少礼品。“妈，我错了，你大人有大量，再原谅我一次吧。”夏颖低声下气地说：“我妈现在病情加重，护工也不好找，我和我爸实在忙不过来，你看你能不能？”我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夏颖，我之前说的话算数，我们互不干涉。你要是真的孝顺，就自己想办法解决。”夏颖见我态度坚决，突然换了副嘴脸，恶狠狠地说：“吴庆梅，你别太过分，你以为你躲得了吗？我告诉你，陈磊是我老公，他有义务照顾我妈，他做不到，我就天天去单位闹，让他丢工作。”我气得浑身发抖，但很快冷静下来。我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喂，是王律师吗？我要咨询一下关于子女赡养岳父母的法律责任问题。”夏颖没想到我会来这一招，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大概没想到，我这个退休教师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活，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继续说：“王律师，我这里有详细的证据，证明我儿媳一家多次恶意骚扰、威胁我。我想知道，如果我起诉他们，胜诉的几率有多大？”电话那头传来律师的声音：“吴女士，根据你提供的情况，他们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只要证据确凿，胜诉的可能性很大。”夏颖慌了，急忙说：“妈，我开玩笑的，你别当真。我走，我自己想办法还不行吗？”说完，他扔下礼品，狼狈的逃走了。从那以后，夏颖一家再也没来骚扰过我。我和老伴终于过上了平静的退休生活。我们去了云南，看了苍山洱海，游了江南水乡，感受了烟雨朦胧的诗意，环抱了老年大学的国画班，每天挥毫泼墨，生活充实又惬意。偶尔我会在小区里遇到熟人，他们都会竖起大拇指夸赞我：“吴老师，你真厉害，把那些想道德绑架你的人治得服服帖帖。”我总是笑着说：“不是我厉害，是每个人都应该守住自己的底线，学会拒绝不合理的要求。退休生活是我辛苦大半辈子换来的，
谁也别想轻易夺走。